又是1个月过去，任成飞在鬼婆婆的治疗之下，已经能跑能跳，就是容易气喘疲累。鬼婆婆说她身体已经被蛊啃噬的元气大伤，要想恢复如常，至少要慢慢调理2-3年。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必要留在万恶谷。任成飞的身体已无大碍，最不想待在万恶谷的恐怕是任鹏飞。恨不得立刻飞出去的他，仍毕恭毕敬地问鬼婆婆需要什么报酬。鬼婆婆冷笑道：不必了，只要你永远不要再见孩子便可以了。任鹏飞没有多想，点点头。任成飞在兄长身边古灵精怪地看看这个，瞄瞄那个，听见这句话，扯扯他的衣袖：哥，什么孩子啊？任鹏飞全当没听见。雅姑送吃的进来，顺道把这2个人带出去，同样是给他们2个人每人1个药囊，然后把他们的眼睛蒙上。任成飞眼睛蒙上前，眼睛溜溜一转。任鹏飞头疼，压低声音在他耳边重重道：成飞，至少在这里乖乖听话，算哥求你了，好吗？倨傲的任鹏飞用这般求饶的语气说话，嫩时任成飞也罕见，颇为惊讶地抬头一望，看见他脸上的憔悴和无奈，眼底深处的些许脆弱和担忧。任成飞过了良久，轻轻应一声：啊。任鹏飞长吁一口气。就这样，任鹏飞与任成飞还算平安地离开了他们待了将近13个月的万恶谷。坐上马车离开这片诡秘的山林前，任鹏飞揭开帘子，最后看一眼灰雾弥漫的万恶谷，便放下帘子。此后绝口不提万恶谷中的事，仿佛在谷中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境，醒了之后，一切也便随之消失。纵然已经安排不少人手管理渡恶城，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城主亲自裁决。这1年多的事务积压下来，足够任鹏飞忙得脚不沾地，甚至连回忆万恶谷诸事的闲情都无。这次任成飞闯出大祸，差点性命都玩丢。任鹏飞不敢再放纵这个顽皮小子，一回去就派去几位合适，看起来也能压制这小东西的人管教他。专门的仆从嘱咐喝补药，专门的武者教他习武健身，专门的夫子盯他识字念书，可把任成飞憋闷的看见墙就想撞。可就算兄长不言，鬼精灵的任成飞也看得出，这次哥哥为他真是遭上大罪，脸上的青灰气色比他有过之无不及，甚至某日偷偷奔去哥哥办事议会的书房，想拿出城的令牌出去消消闷，没曾想偷听到哥哥对心腹说道：武功尽废，千万不能为外人知道的吩咐和安排。霎时颓下腰板，样样回房。父母去得早，兄长在他心里就是一座能扛起自己的大山，任他在外面风雨招摇，翻翻手掌便能摆平。从小便过着蜜里调油的滋润生活，便习惯什么都心安理得地接受，根本不觉得有什么。此时兄长为救他，连武功都废了，他都没半点愧疚，那不叫没心没肺，那根本就不是人。所以这次回来，尽管任鹏飞待他如此严厉，每日的生活都这般枯燥无趣，任成飞还是尽量收敛脾气，乖乖听哥哥的话，让做什么便去做什么，不捣乱，不添忙，不惹事，不闯祸。只把平常的那些个熟知他的人惊得直呼，肯定是有人冒充他。任成飞在万恶谷时曾哭着说自己错了，当初任鹏飞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本性难移。他能稍稍收敛一些，他这当哥的便心满意足了。可现在看他像换个人似的，任鹏飞也不禁怀疑他是不是中途被调包了，可马上又摇头苦笑否决。他弟弟身上的每根毛发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要是真被调包，他不可能一点异样都没发现。任鹏飞一回城里，
便叫杜鄂城中信得过的大夫给自己号过脉，知晓自己如今真不适合再习武时，沉默良久，才淡淡道：“真没其他办法可想了吗？”大夫迟疑着回答：“城主，您先把身体养好，再且看。”也只能如此了。任鹏飞点点头，找个人随大夫去拿药。此后，任鹏飞把城中大小事还是交由亲信手下，实需他裁决之事才交由于他。这段时日，除好好监督检查、收敛许多的任成飞的武术功课外，便是静下心来好好养生。杜鄂城不缺好药，经过一段时日调养，任鹏飞兄弟的身体的确有起色，只是任鹏飞依然内力空虚，怎么练都没半点成效。最后他索性慢慢练些简单的武功招式，一点一点坚持不懈，慢慢的倒也能和一般的高手过招，只是内力不济，在持久战上差些火候。反倒是任成飞与兄长的勤能捕捉不同，他底子向来不错，只不过从来都不肯好好专心去学武。以前家里有兄长这个武林高手罩着，肆无忌惮，如今知道哥哥武功尽失，心底多了份内疚，更多了些责任，想着以后干脆由自己保护哥哥得了，使命感倍增。于是习武时便更为用功，加上有杜鄂城中数一数二的高手指导，这才2年余，武术心法与内力突飞猛进。任鹏飞在一旁满意之至。这一处，杜鄂城在城主任鹏飞回来之后，一切慢慢步入正常轨道，依旧平常如昔。而另一方，鬼婆婆正忙活着给亲戚过2岁的生辰，早就吩咐了雅姑，记得在今日买些好吃好玩的进来。至于亲戚的新衣裳，是鬼婆婆早些天一针一线亲手给缝制的绸缎短袄，上面绣着精美的小碎花图案，一朵连一朵，又可爱又漂亮。一大早给亲戚换上去，乐得这孩子咯咯咯直笑，精致的和个小仙童似的。鬼婆婆在一旁看得心满意足。亲戚周岁时，鬼婆婆按习俗在席上摆上一大堆的玩意儿，什么医术棋盘、古青毛笔，什么胭脂小骨元宝，能想起的通通摆上。结果亲戚坐中间，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转，衔着口水，扭着小屁股，直接爬到一本医书前，咯咯咯地翻开，乐得鬼婆婆抱起他猛亲。从此，鬼婆婆就决定，将来一定要把身上的那些功夫全传给他。给亲戚穿好衣裳，鬼婆婆正眯笑着呢，屋外飞进来2只小虫，鬼婆婆一见，笑意一收，骂咧咧地取过一瓶药，正要走出去，想见屋里就亲戚一个。她不怕万恶谷会来人，可亲戚这么小，谁知道一眨眼功夫她能蹭到哪儿去？若是跑到危险地方，她找谁哭去？索性抱起小姑娘，直奔后山的那个从来都是烟雾飘渺的地方。鬼婆婆放下亲戚，走到山谷边上，一边打开瓶盖一边骂：“这次干脆毒死你算了，3不5时就闹着想爬出来，老身现在这没什么闲工夫和你磨了。”手上的东西才到一半，后面的亲戚突然叫了一声娘娘。鬼婆婆手一抖，赶紧转身去看，见亲戚正在摇摇晃晃朝自己走来，以为他被什么吓着了，药也不到了，立马上去抱孩子。哎呀，亲戚怎么了？被抱住的亲戚一边娘娘的叫，一边朝山谷里看去，伸出小白嫩手指过去，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一张小嘴高高撅起来，拍拍鬼婆婆的肩，又指指那边，不停地说：“娘娘，娘娘。”怀里的亲戚蹭着想下来，知道他想过去，鬼婆婆心里一慌，也顾不上什么，把孩子直接抱回去了。都说母子连心，父女看来也一样。亲戚这么着急的想过去，让鬼婆婆多少察觉什么。离开前看一眼这个山谷，
鬼婆婆目光里有说不出的复杂。也许是在山谷底待久了，多少对毒物有些免疫，那日鬼婆婆倒下去的药并没有坚持多久。在青青快满3岁的那天，山谷底的人又有想出来的迹象。好在那时正是深夜，青青睡了，鬼婆婆索性把她专门培养的剧毒无比的毒虫放进去蛰人。这次过了许久，谷底内人再没有动静。鬼婆婆在谷底也放养一些虫子，只要谷底内人试图出来，这些虫子便闻风而动，出来报信。可1个月、2个月，1年又1年过去，这些虫子都没有再出现于鬼婆婆眼前。鬼婆婆便认为她终于消停了，估计被她放出去的毒虫蛰死了。看向青青的时候，心里方才逐渐平静。万恶谷地处温暖的西南，四处常年毒雾萦绕，潮湿阴冷，终年无雪。1年里只有冬季最冷的那几日会下几场大雨，飘飘洒洒，漫山遍野。1整年的雨全在这几日下尽，不可谓不壮观。任鹏飞曾在这住过1年，也曾见过这等壮景，只不过那时怀胎已有9月，身子浮肿疼痛难忍，心情郁结。当时他心中只想起一句话：屋漏偏逢连夜雨。几天几夜的大雨下完后，天气便逐渐暖和。雨停的当晚，鬼婆婆先哄青青睡下，拿出几块棉布，找出针线，走到油灯下坐好，欲给青青缝几件春天的衣裳。鬼婆婆的针线活很好，绣工也相当精湛，这是曾经专门学过的手艺，在她还是大家闺秀时。鬼婆婆缝得认真，时不时抬头望向睡在小被窝里的孩子，暖暖一笑，心中一片柔软。此时的她根本不知道，也压根没想到，如霜般的月色之下，一只布满伤痕枯瘦的手蓦地攀上山谷边缘。雨于傍晚停止，此时的夜风比往常还要烈，还要冷。把门窗关紧，便是想挡住这场刺骨的寒意。也许是晚些时候窗未关紧，一阵风猛然袭来，窗户吱呀打开，鬼婆婆微微蹙眉，见孩子还在熟睡，便欲起身关窗。这时又一阵风吹进屋中，鬼婆婆动作一顿，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难闻的血腥味。从万恶谷的边缘到这间小屋，到处都是毒物，没有鬼婆婆亲自配的药，进来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这股难闻却不陌生的血腥味让她以为来人是除她以外唯一能出入万恶谷的雅姑。鬼婆婆倏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她猜雅姑被谁伤了，而胆敢伤她鬼婆婆的人，不管对方为谁，她都要让对方生不如死。鬼婆婆把门打开，微眯起眼睛看向前方的黑影，可当她看清站在院中的人，她有一瞬间愣住。清冷的月光之下，这个周身是伤、披头散发、长须掩面的人就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盯视她，宁静的就像一座石雕，却让人不寒而栗。这个人如同负伤的野兽，正伺机而动，一招致命。他看他的目光里只有无情的杀意。他出来了。这个念头方闪过鬼婆婆的脑海，藏在袖中淬过毒的3根针已经射向来人。黑暗里，这3根针一闪而过，对方看见了，眼睛中一道冷光快速掠过，却没躲，或者可以说躲不过。针上的毒只需1根，便可以让一头大象马上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可这3根针射入这个人身体之中，却如同射入棉花内，无声无息，没有丝毫回应。鬼婆婆片刻不停，掏出一个竹筒，打开，
2只青绿色的小虫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儿，闪电般朝这个人飞扑而去，停留在他身上还在渗血的伤口上，把尾针深深刺入肉中，同时射出更毒辣的液体。那个人终于有了些许动静，他阴哑地嘶呼一声，低头在刺痛处用手狠狠拍了几下，那些毒虫像蜇人的蚊子一样，立刻被拍得支离破碎。鬼婆婆面不改色，心中却惊疑不定，没想到连这样的毒对这个人也完全没用了。在把他丢进谷底里时，得知他没有死去时，他当时就隐隐察觉这个可能性，只不过从来未深想，只想他出不来就没事，在谷底就这么死去也罢。可如今他出来了，出来了。鬼婆婆眼皮一跳，再次望向这个人时，开始明白自己当时心软是错，放任鹏飞下去是错，如今不查让他出来更是错。鬼婆婆运气于掌，当掌心发热之时，倏地朝这个人扑过去，全力于这一掌，她要让他一招致命，她不能一错再错。一掌重重打在这个人的心口之上，力道之大，嫩是武林高手也难敌，中这一掌只能口喷鲜血，骨头尽碎。可鬼婆婆这一掌下去，却心乎不好。这人的身体在与他接触的刹那之间，化为一块强大的磁石，把鬼婆婆的身体中的真气源源不断地吸收进去。鬼婆婆欲抽手，但一只枯手却有力的大手已然抓住她的手腕，任她怎么挣扎都不能移动分毫。鬼婆婆难免急躁，没有多想，另一只手又举掌朝她挥去，可2只手同时接触的结果是真气成倍的消失，2只手都被抓住，难以移动，真气如滚沙般急剧流失，不只是失力，更是一股难忍的痛楚。鬼婆婆禁不住哀叫一声，凄厉地划开夜空。不过片刻，她便颓然如耄耋之龄的老人。她的真气将近枯竭，但这人还是不肯撒手。鬼婆婆的身子如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老化，眼见整个人如干烟的植物枯萎消损之时，清冷夜色之中，一道同志的声音突地传来：“娘娘！”意识逐渐溃散的鬼婆婆浑身一凛，吃力地扭头去看，青青正揉着眼睛站在门边叫她。鬼婆婆再往面前这人看去，当见到他泛红的眼中残忍的血腥之气时，咬紧牙关，用尽全力反手一抓，并对孩子吼道：“青青，快跑！听娘的话，快跑！”被奇怪的声音吵醒的孩子被这么一吼，顿时吓醒，看清院里的场景，就算小小的脑袋里什么都不懂，也敏感地察觉到了危险。娘娘，听娘的话，快跑啊！鬼婆婆双目含泪，话中带着鼻音。她不能，她绝不能再让这个孩子出半点差错。青青又惊又怕，换了个方向赶紧跑，发觉身边的人想丢下她去追孩子，鬼婆婆拼死去拦，可她的真气全无，毒物不管用，如今甚至连个古稀老人都不如。这人被挡住去路，眼底恨意一掠而过，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只听咔嚓一声，鬼婆婆的身体便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她的眼睛一直睁着，倒映着那人朝孩子扑去的身影。很多年以前，有个心里有恨的女人把一个6岁的孩子带回万恶谷，她对着这个负心人与其他女人的孩子心中太多的恨。她把这孩子当成药人，一遍又一遍的试毒，又一次的救活。孩子被她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一次中毒之后，孩子的脑袋出了点问题，他变傻了，不再说话，也不记得从前的所有事情，
总是用一双无辜的眼睛望着他。后来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看着这双眼睛，他再也不忍心拿他试毒，更不忍心杀他，最后眼不见为净，把他丢进那个到处是毒物的山谷之中，任他自生自灭。孩子没跑多久就被追上，一脸惊恐地盯着面前高大的黑影，一步一步后退。这人只冷冷地看他一眼，伸出手只许孩子细嫩的脖子，也不知是对他大意，还是孩子比较敏捷，身子一缩，竟然躲了过去，也不敢多待，撒腿就跑。这人微微眯起眼，眼中的肃杀更甚。他举起掌，几步逼近孩子，掌风之下，孩子的身体凌空而起，几个翻滚，直接落入漆黑一片的泥坑之中。他站在坑外，看着里面的一道白影，确定他不会再起来后，似身体的力气突然被卸去，脚步蹒跚的一步一步后退，消失在夜色之中。江南，江南依旧远。风中，一道如同撕破喉咙发出的沙哑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些许寂寞，些许哀伤，些许痛苦。任鹏飞做梦了，醒来之后甚至分不清是个什么样的梦，只有胸膛留下的余悸与紊乱的呼吸相随。翻过身，本欲换个姿势放松一下，突如其来的刺痛却自小腹间传来，手情不自禁去抚，指腹停留之处，缝针之后留下的纹路隐约可触。任鹏飞极力遗忘万恶谷中诸事，他身上的伤疤也在日渐淡却。可是有些事情，真是除非失忆不能忘，越是特意去忽略，便越是容易想起。就如同这个夜晚，望向窗棂之外的霜白夜色，不由得去想，那孩子该5岁了吧。